鼓浪屿岛上的房子到底是属于谁的？这是来鼓浪屿旅游的游客问我最多的问题。鼓浪屿呢有1000多栋风格迥异的别墅，所以被称为万国建筑。但是这个岛啊，只有260个足球场的大小，你跑一圈下来，估计也就半个小时。那么这么小的一个地方，竟然在100年前建了1000多栋风格迥异的别墅。那么现在这些房子属于谁？它又是谁建的呢？在100多年前的清朝呢被迫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：广州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跟厦门。这些口岸开放的目的就是为了通商，所以鼓浪屿呢就来了大批的外国商人，在岛上开始租地建房。因为鼓浪屿呢靠海，所以外国人呀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中转站。在1843年之后，英国、美国、德国等等10几个国家的商人汇集在这里，把中国的茶叶、瓷器运到欧洲等世界各地经营贸易。所以鼓浪屿出现了第一批洋人建设的这种公司和洋房。像汇丰银行、壳牌石油以前在鼓浪屿上呀都有分公司。直到1903年，日本呢有个想法，想独占鼓浪屿，要挟当时厦门的道台把整个鼓浪屿单独划给日本，所以呀就引起了英国、美国等众多国家的反对。后来为了维持大家继续的在这里生活，就把鼓浪屿划为了公共地界，由10几个国家共同治理，相互牵制。所以这个地方呀，曾经还建设了鼓浪屿的工部局。也就是说啊，鼓浪屿的最高管理机构叫工部局。那么有这么多的国家在共同维护一个只有260个足球场大小的小岛，所以这里也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安全的地方之一。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，那么大批的华侨呢，为了安全保障返回到国内，带来了大量的现金。华侨的很大一部分呀都是福建人，而福建最安全的地方就是鼓浪屿。所以他们纷纷就来到这里买地建房。1920年到1930年，鼓浪屿上建设的别墅呀，达到1000栋左右，可以说家家大别墅，户户是豪宅。但是好景不长啊，1937年抗战爆发，华侨呢就大批的离开了鼓浪屿，去往更安全的地方。1941年太平洋战争又爆发了，日本呢想独占鼓浪屿，把很多的洋人也给赶走了。所以各国的领事馆呀，在41年之后就陆续迁走了。直到1949年以后，鼓浪屿的华侨基本上都离开了。那么华侨走了呢，留下了别墅，因为房子带不走了，这些空房子留着也不是办法，就安排居民进去居住。那么一般住进当时鼓浪屿老别墅的居民，有可能是厦门人，也有可能是鼓浪屿本地人，前提你没有房子住。所以说5家或6家拼成一户，住在同一栋大别墅里，但是你得交一点什么象征性的房租来维持这栋房子的修缮跟建设。但是别墅的维修费用是很高的，很多房子老旧以后呢没有钱维修，于是鼓浪屿呢又采取了认养政策。谁想要认养别墅，那么你可以过来认养一栋进行修缮，鼓浪屿会给你别墅的使用权，20年、30年或者是10年不等。后来厦门的房子呀慢慢的开始涨价了，这件事情就很微妙。华侨的后人呢知道厦门的房子涨价以后，有些呢就拿着地契来鼓浪屿认房子。如果手续齐全这些房子会还给你；如果手续不全，那不好意思，这栋房子我暂时还不能给你。2017年7月8号，那么鼓浪屿呢又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，这里的很多房子也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核心的保护范围，不能够随便的更改房子的格局，而且装修还要逐级审批。直到现在，鼓浪屿保护起来的老别墅还有很多。来到这个小岛，那么最应该看的就是别墅，最应该听的就是别墅背后的故事。关注我，我是夏妈阿波，让我们一起来鼓浪屿看老别墅，听老别墅背后的故事。